随着萧炎成功吞噬3000焰炎火，他实力更是暴涨到9星斗宗。而后，萧炎也不再多留，便朝着星域大门疾驰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因为萧炎先前炼制火雷子而导致星域出现暴动，这也令得丹塔无比紧张。当下，一众丹塔强者皆是警戒那片剧烈扭曲的星域大门，若是里面的火焰爆发而出，那圣丹城将会沦为一座废墟。桥的封印开始徐徐松动，天空上的玄空子沉声道：“斗皇以下者立刻撤退，其余强者结阵。玄一、天雷子，我们一起加重封印。”雨落，三巨头3道强芒立马爆射进虚无空间之中。在另一边，小医仙子妍等人也是紧张地望着这一幕。不久，就在封印波动稍微平缓时，星域出口突然浮现一道宽大的裂缝，紧接着滔天的紫黑火焰席卷而出。在这一刹，整个圣丹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而在三巨头欲再度结阵封印时，一道削瘦身影却在火焰之中缓缓显现。这该死的火焰，给我回来！语罢，那滔天火海立刻缩回了裂缝之中。瞧的这一幕，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，因为那道削瘦身影正是消失已久的萧炎。被无数怪异的目光注视着，萧炎也有些不太自然。而后他冲三巨头笑道：“3位会长，别来无恙。”闻言，玄空子3人满脸错愕，特别是玄空子，毕竟他对里面的残酷环境最为了解，连他都不敢久待的地方，萧炎居然能待上8个月时间，且毫发无损。呆愣片刻，当玄空子察觉到后者气息时，眼中的惊色却是更浓。你将3000焰炎火给收了？萧炎闻言嘿嘿一笑：“玄老不会想收回去吧？”听得此话，玄空子略松一口气，那家伙连他们3巨头都收服不了，如今竟被这小子捡了天大的便宜。你若将那祸害给解决了，我倒也无所谓。萧炎听闻，刚欲说话，小医仙几人便闪掠而来，而后小医仙紧紧抓住萧炎的手臂，美眸中还微微泛红。瞧得后者为自己担惊受怕的模样，萧炎柔声道：“放心吧，我没事。”与此同时，在一旁的天火尊者在感应到萧炎的气息时，也不由一叹，这家伙的修炼速度当真是可怕，进去的时候不过4星斗宗，出来时就飙升到9星层次，想必他如今的真正实力，就算一些低级斗尊都奈何不了他。不多时，天火尊者看了一眼小医仙道：“萧炎，你失踪的这段时间，小医仙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进入星域，若非丹塔3位会长阻拦的话，他恐怕已经强行闯了进去。”闻言，萧炎望向小医仙的眸子中顿时涌上一抹复杂的情绪，这世上最难消受的便是美人恩。察觉到萧炎的异样，小医仙立马惊慌了起来，如同小鹿受惊般的松开玉手。萧炎见状笑了笑，而后向玄空子3人表示歉意，毕竟自己在星域内的折腾，害得丹塔摆出这般大的阵仗。玄空子摆了摆手道：“只要你没事便好，这段时间我没少受玄一的折腾，而且若是你在丹塔出了事，日后药尘脱困，定然会来找麻烦的。”听得药老的名字，萧炎顿时涌上一抹冷厉。如今3000焰炎火已经到手，也是时候该去解救老师了。见到萧炎这般模样，玄一似乎明白他在想什么，便轻声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进丹塔吧，我们得到了一些药尘被关押的情报。”语罢，萧炎立马与3巨头进入了一间会议室。据玄空子所述，在萧炎被困在星域的大半年里，魂殿便将药尘从中州西域的名城转移了，但目前到底转移到了何处，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查。萧炎听完轻轻点头，这种时候他也只能倚仗丹塔这种超然势力的情报了。紧接着，玄空子继续说道：“如果到时得到了情报，便只能靠你们的力量，若是我们出手的话，必然会激怒魂殿，从而爆发大战。现在的丹塔还并不是魂殿的对手。”闻言，萧炎深表理解，毕竟3巨头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丹塔，若他们出手惹怒魂殿，爆发大战的话，这牵扯实在太过庞大。因此，丹塔能帮萧炎找到药老的关押地点，就已经是感激不尽。而后，玄空子让萧炎先在丹塔住下，只要情报一到手，萧炎便可立马动手。萧炎闻言抱拳谢过，而后他手掌一握，当初风尊者给予的玉片便显现在手中，如今也是时候将风尊者召唤过来了。只要人手齐聚，再带的情报到手，他定要将魂殿给予药老的痛苦千百倍奉还。一想到此，萧炎便将玉片捏碎而去。老师，放心吧，很快弟子便能来解救你。与玄空子3人商讨完毕，萧炎便径直回到屋中。据小医仙所述，在萧炎被困星域的半年内，因为叶家事多，叶崇在久等无望后，便带着心兰失望地返回了叶城。还有就是玄冥宗来找过几次麻烦，因为他们少宗主陈贤以及2名长老皆在丹界内遭遇了不测，而他们一直认为是萧炎下的手，
虽然曹颖他们出来作证，说杀害玄冥宗的人是木谷老人，再加上丹塔的周旋，但玄冥宗还是极为的不甘。如今萧炎已经从星域内出来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闻言，萧炎挥了挥手，反正对方也不是什么好鸟，若他们再来寻麻烦，那便不用再客气了。而后，萧炎目光又在小医仙身上扫了扫，他惊讶地发现小医仙这段时间变强了不少。按照小医仙的说法，那毒丹之法对他修炼颇具神效，如今他恐怕达到了3星斗尊巅峰。见状，天火尊者是一脸艳羡，与小医仙相比，他可就差远了，才仅仅恢复到1星斗尊巅峰。一想到此，天火尊者便不由苦笑，当年他巅峰时期可是有5星斗尊，如今想要重回巅峰，看来是遥遥无期。瞧得此景，萧炎思绪片刻，便想到一种8品丹药茯苓清丹，它能令实力退化之人恢复不少，若是天火尊者服用的话，应该能恢复到3星斗尊层次。听到萧炎要给自己炼制茯苓清丹，天火尊者顿时涌上一抹狂喜，毕竟天火尊者按约定的1年护卫时间早已到达，但人家还愿继续留下，自然要多补偿一下对方。再者，不久便要去解救药老，能提升天火尊者的实力，也会令的把握更大。不久，萧炎站起身笑道，等我休整几日，尽量争取在丹塔情报到手之前，为天火前辈炼出茯苓清丹。好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语罢，萧炎便转身行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在柔和的灯光下，萧炎取出当初薰儿给予他的地印诀后3印。如今，随着接触的对手越来越强，光前2印还远远不够，因此在营救药老前，必须将后面的地印诀习会，而后面3印分别是复地印、燕天印、古地印。以萧炎目前的实力，修炼复地印是绰绰有余，燕天印倒有些勉强，至于古地印则是无能为力，毕竟最后1印，即便古族之人也很少能够修炼成功。缓了缓思绪，萧炎也不贪心，只是尽自己的能力来修炼。不知不觉，在5日的修炼中，因为萧炎有前2印的经验，因此复地印倒是越发熟练，而燕天印则是初窥端倪。突然，当修炼持续到第7日时，却被小医仙的声音打断。萧炎，玄冥宗宗主带了不少人前来，看来他这次真的是想让你为他儿子偿命了。闻言，萧炎立马行出房间，既然对方都踩到头上来了，若是避战，恐怕会有辱他丹会冠军的名头。此时此刻，在丹塔外的一座广场上，玄冥宗宗主陈天南带着一群人马对着丘陵叫嚣道：丘长老，我儿子死于萧炎之手，今日老夫狠话便放在这里，我就是来找他去跟我儿子陪葬的。闻言，丘陵也没好气的沉声道：早便与你说了，此事你得去找魂殿的木谷老人。陈天南听完，目光一冷，木谷老杂毛也有责任，但萧炎也是凶手之一，将他交给老夫，老夫便立刻走人。见得前者如此顽固，丘陵也是怒道：陈天南，你当丹塔是什么？你说交便交不成？冷喝刚落，一个俊美男子却从陈天南身后缓缓走出。丘长老，好大的威风！不管怎样，玄冥宗也算是我天冥宗的下3宗之一，若是一宗之主之子的仇都是不能报的话，那日后还有谁会信服我天冥宗呢？瞧得突然出现的青年，人群中顿时炸开了锅。这青年是天冥宗那号称一修罗的一臣，据说此人是天冥宗100年内最为优秀的弟子，半只脚踏入了斗尊。而且此人心狠手辣，是天冥宗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培养出来的。据传每一代天冥宗的真传弟子都会送入宗门禁地，在那里师兄弟们会手足相残，然后通过功法吞噬别人的斗气与血肉，最后使自己实力大涨。而一晨便是那一代中唯一活着走出天冥宗禁地的人。没有理会周围的窃窃私语，一晨一声轻叹道：丘长老，这些年丹塔与魂殿对立，我天冥宗可一直保持着中立，若有些事解决不好的话，或许会将一些盟友推向对方哦。这样吧，我们也不强行要人，你只要让那个丹会冠军萧炎出来与我略作切磋便可，不知他可有胆接下？听得此话，丘陵面色一变，前者的凶名在场的人谁不清楚，若是萧炎应战的话，必然是生死难测。就在丘陵要陈喝出声时，面前的空间突然扭曲，旋即萧炎的身影缓缓浮现。我接下了。